这个男孩来到一个山脚前，发现原来是条死路。正当他准备转身离开，两块石头开始慢慢打开，随后冲出40多人，把男孩直接吓傻。他不敢出声。最后有个人大喊一声什么关门，石头再次慢慢合拢。男孩看见所有人都已走光，这才悄悄出来。可是由于刚刚太过紧张，一下想不起来那个人在喊什么，于是他大喊西瓜开门，好像不对，苹果开门，门还是没动，椰子开门，又错了，芒果开门，菠萝开门。于是他就这样喊了3000多种水果，5000多种蔬菜，喊得他都开始怀疑人生。本来他都已经准备放弃，可突然好像想到了什么，只听他大喊 Open all sesame！ 门开始缓缓打开，原来口令竟然是狗头抱拳。男孩也慢慢走了进去，只见里面堆满了金银财宝，绫罗绸缎。他开心的上蹿下跳，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就在这时，40大盗下班回家，发现洞门竟然开着，这要么就是出门太急忘了关，要么就是家里遭了贼。他们小心翼翼进屋，一把抓住了男孩。男孩解释说自己并不是小偷，还拿出脖子上的铜牌，说自己是王子，父亲也被手下出卖，不幸遇害。强盗头子看见孩子天赋异禀，骨骼惊奇，决定收他为义子，还给他取了个牛逼的名字叫阿里巴巴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好像和我小时候看的故事情节不太一样？原来早在很久以前，蒙古率领铁骑一路牛逼，夹着闪电打到了巴格达，国王很快就被打败，决定带着王子战略性撤退。正当他准备带着精锐部队坐船逃离时，他的大臣却大喊：国王觉得可能有诈，但抱着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心态，觉得自己人应该不会坑自己人。他带着2个护卫走了过去，还没等走出多远，早已埋伏好的蒙古军队蜂拥而上，双方就这样打了2天2夜，最终人数差距实在太大，国王不幸遇难，忠心的手下将王子扔到水中，自己也中箭身亡。之后蒙古军一把火烧掉船只，王子趁乱潜水逃走。为了躲避追杀，他在沙漠里暴走了齐49天，才走到了这个山洞门口，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。而接下来他只能加入强盗。一转眼过去了20年，阿里巴巴也长成了一个精神小伙，他带着强盗劫富济贫，还专门偷袭蒙古军队。很快奸臣贴出告示，1000两黄金悬赏阿里人头。他们这天开心的下班回家，却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，原来他们发现一支商队，其中有个女人是蒙古大汗的未婚妻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这支商队没有军队保护。强盗们听完很兴奋，这简直就是白给，没有不抢的道理。可阿里觉得这其中一定有诈，大汗的未婚妻怎么会没有人保护呢？于是他带上1名强盗，决定去打探一下。他们来到山崖边，山下的商队看起来还算正常。这时阿里看见有个女人在河边洗澡，于是他悄悄地下山。他先是找到洗澡的女人，问她周围有没有蒙古军队的埋伏，女人肯定说没有。阿里觉得她很诚实，而他就喜欢诚实的女人。他准备邀请女人打扑克，这时周围传来了奇怪的声音，很多黑影也慢慢向他们靠近。阿里知道自己可能中了大汗的埋伏，准备赶紧逃走，可看起来好像已经晚了。他被几10个壮汉抓了起来，于是他大喊：同伴听到喊声，知道阿里肯定出事，转身上马开始逃跑，身后蒙古人也疯狂追赶，还不停地射他。强盗吓得不停挥舞马鞭，以每小时100码速度疯狂逃窜，还好碰到一个悬崖，只见他一跃而起，跨出10几米，这才摆脱身后追兵。阿里就没那么幸运，他被关进了笼子，但蒙古人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只知道他是个强盗，还想利用他打探出阿里巴巴的下落。而刚刚那个女人其实就是大汗的未婚妻翠花，他让手下悄悄地给阿里送水，阿里这才没有在笼子里被晒死，活着来到了巴格达。大汗看见翠花的美貌非常开心，但翠花却很嫌弃大汗的样子。翠花的父亲就是当年的那个奸臣，为了讨好大汗，他不停地劝说女儿嫁给他。女儿心里虽然1万个不愿意，但是如果不从，百姓可能就要遭殃。经过再三的思索，他还是答应了这桩婚事。另外一边，大汗正在广场审问阿里，刚好奸臣路过，他一眼就看见阿里脖子上的项链，认出了阿里就是王子，于是准备第2天将他斩首示众。可他们并不知道，强盗们已经伪装成商人，悄悄潜入城市，准备营救阿里。到了深夜，强盗们冲了进来，很快便救下阿里，但是敌人吹响号角，他们知道马上就有更多敌人抵达战场，于是挥舞着大刀开始逃跑，身后的敌人也挥舞着大刀开始追击。就这样他们围着城里跑了300多圈，最后成功逃脱。回到山洞，阿里发现自己的义父不幸受了重伤，义父告诉他一定要杀掉大汗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报仇，更是为了百姓能过上幸福生活。说完便死了过去。阿里对大汗的仇恨瞬间涌上心头，他此刻也想到了一个复仇的办法，
他命令强盗找来几个水缸，准备等大汗结婚那天，他们伪装成商人去赠送贺礼。到时候大家躲在水缸里，寻找机会刺杀大汗。不过这就巧了，大汗听到强盗在他眼皮底下劫走囚犯，气得胡子都要飞了起来。他准备马上结婚，用婚礼来引出强盗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这简直就是我预判了你的预判，而你又预判了我的预判。他让奸臣把结婚的消息散布出去，而此刻的翠花也偷偷知道了阿里就是王子。原来他和王子从小就是青梅竹马，而且在6岁那年他们就私定终身。得知真相的他立刻找到大汗拒绝了这门婚事，并表示自己宁死不从。可万万没想到，狡猾的父亲和大汗一起演了一出苦肉计。大汗将奸臣绑在翠花窗前各种折磨，翠花没有办法，只能来求大汗放过自己的父亲，还答应了这桩婚事。到了结婚的那天，周围所有的王公贵族都纷纷送来贺礼，庆祝大汗新婚快乐。而强盗早已伪装成百姓混入其中，阿里伪装成一个商人前来庆祝，还带了40口油作为贺礼。守卫敲了一下，就知道里面肯定没人。他又换了一个，还是没人。突然他站在一口缸前想要打开，旁边埋伏的强盗也是捏了一把汗，随时准备提前动手。阿里连忙制止，告诉他打开礼物非常不礼貌，他会告诉大汗将他斩首。守卫听到立马秒松，手一挥将阿里放进城中。很快到了婚礼现场，奸臣和翠花一眼就看了出来，这个商人就是阿里伪装的，只有傻乎乎的大汗还蒙在鼓里。这时奸臣悄悄告诉大汗，这个商人就是阿里，今天肯定有诈。大汗听完心里一惊，我怎么就没认出来？于是他悄悄让手下更换节目清单。很快大刀队就开始他们的表演，只见他们步伐整齐，载歌载舞，时不时的还往缸里捅几下。大汗这时也走了下来，命令守卫将阿里控制。之后他走到缸边，一把将缸推倒，可里面竟然并没有强盗。大汗看到这里已经恼羞成怒，他一把掏出匕首将奸臣捅死，随后他还想杀死阿里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强盗们都跳了出来，双方开始发生混战。由于大汗的残暴统治，很多百姓也开始拿起武器帮助强盗。就这样他们打了3天3夜，大汗终于还是被打败了。此时的阿里也紧紧抱住翠花，原来他早就知道翠花就是他的青梅竹马，他只是怕暴露自己的身份才不能告诉他。现在大汗终于被打败，他也成了新的国王。之后他们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这一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大爷，好剧我推荐，烂剧我排雷，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